你敢相信吗？新加坡总理黄循财与美国新防长皮特·海格塞斯的互动引发了高度关注。在这些高层会面中，最核心的表达其实只有一句：新加坡长期支持美国在本区域的存在。很多人听到这句话，第一反应是觉得这只是一句客套的外交辞令，或者觉得新加坡倒向了美国。但实际上，这是新加坡安全战略几十年来雷打不动的核心逻辑。大家要知道，新加坡是一个典型的海洋贸易国家，它的生命线是马六甲海峡，是国际航运和绝对开放的海上通道。因此，对于新加坡来说，大国博弈最大的风险不是谁赢谁输，而是区域力量失衡导致海权真空。新加坡的政治精英们一直坚信一个底层逻辑：亚洲绝对不能只有一个力量主导，必须保持多极化的战略平衡。而美国在亚太的长期存在，就是维持这种平衡的重要一环。所以从李光耀时代开始，新加坡就定下了一个铁律：热烈欢迎美国留在亚洲，甚至允许美军使用樟宜海军基地的设施，但绝对不加入任何针对第三方的军事联盟，绝不把自己绑在别人的战车上。这就是为什么，不管美国白宫的主人怎么换，历届政府都高度重视新加坡的战略地位，把它视为印太战略中不可或缺的超级支点。很多人觉得，香格里拉对话不就是一个普通的国际论坛吗？大家西装革履地念个稿子就结束了。完全不是。你仔细看看他们在会议桌上讨论的议题：南海、台海、朝鲜半岛、乌克兰、中东冲突，还有中美关系和印太战略。可以说，这里聚集了目前这个星球上风险最密集、最容易擦枪走火的致命话题。而最不可思议的是，坐在台下的这些国家根本不在同一个阵营。美国带着最核心的盟友来了，中国的高级将领也来了，东盟各国都在场，大家立场完全不同，甚至前一天还在媒体上互相指责，划定红线，但今天依然愿意准时出现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的大堂里。为什么？因为香格里拉对话真正提供的，从来就不是几把椅子和一个会议室，而是一种极其稀缺的能力，一种在矛盾随时可能升级的时代，依然能让各方维持沟通的能力。在这里，不仅有公开的唇枪舌剑，更有无数个闭门会议和非正式的走廊交谈。对于大国博弈来说，最危险的从来不是存在分歧，而是彻底失去沟通渠道，陷入战略误判。而新加坡恰恰为这个充满火药味的现实世界提供了一个最安全也最体面的战略缓冲空间。很多人会顺着刚才的逻辑猜想，既然新加坡支持美国在亚太的存在，甚至给美军提供后勤便利，那中国肯定不高兴吧？事实恰恰相反，中国同样高度重视新加坡，并且双方的关系一直在持续升级。原因非常简单，新加坡不是美国的跟班，也不是中国的附庸，它是一个真正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沟通者。过去这10几年，中国和新加坡的互动频率非常高，从早期的苏州工业园，到天津生态城，再到重庆互联互通项目，以及现在的数字经济和绿色转型合作，双方的利益绑定极深。但更关键的战略价值在于，新加坡具备一种同时跟美国、中国、东盟顺畅对话的能力。它既懂西方的规则语境，又深谙东方的思维方式。在当前中美竞争持续升级，很多传统沟通渠道受阻，甚至充满猜忌的情况下，这种中立平台的价值直接拉满。大家回想一下，当年特朗普和金正恩的世纪峰会选在哪里？新加坡。中美高层的多次非正式接触选在哪里？还是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能长期落户这里，背后的逻辑是完全一致的。大国愿意来，不是因为新加坡军事实力最强，而是因为新加坡最客观、最理性，也最可信。大家都觉得，既然天天开安全会议，那新加坡最担心的肯定是爆发军事冲突，或者是战火烧到自己家门口。
其实从新加坡的视角来看，比战争更致命的风险叫做全球秩序碎片化。作为一个连淡水和沙子都需要进口的城市国家，新加坡之所以能有今天的繁荣，完全是建立在全球化基础上的。自由贸易、国际规则、开放航运、全球供应链，这些才是新加坡赖以生存的基石。这些规则一旦被破坏，世界退回到阵营对抗的冷战模式，新加坡的经济会立刻受到真金白银的重创。举个很现实的例子，红海危机一升级，全球航运成本飙升，货船纷纷绕岛，新加坡港口的吞吐节奏和物流成本马上受到波及。中东局势一恶化，能源价格剧烈波动，新加坡作为全球第3大炼油中心，企业运营成本直接拉高。如果中美进一步脱钩，供应链加速重组，经过新加坡的跨境资本流动也会面临大洗牌。所以别看香格里拉对话表面上谈的都是军舰、导弹和安全防务，新加坡真正在意的是这些安全问题背后的全球经济账。因为今天的任何一场地缘冲突，最终都会精准地传导到能源、物流和金融市场，直接影响普通新加坡人的饭碗。而这些恰恰是新加坡绝对无法退让的核心利益。在这个世界上，大国的影响力通常来自硬核的规模。美国靠强大的军事机器和美元霸权，中国靠庞大的消费市场和无与伦比的制造能力，欧洲靠成熟的规则制度。但新加坡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它的影响力来自极致的连接能力和无可替代的信任溢价。现在的局面是，全球越分裂，连接者的角色就越重要；全球越对抗，能说得上话的沟通者就越稀缺；全球越不确定，一个稳定、中立且高效的平台就越值钱。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几年，不仅仅是香格里拉对话，越来越多顶级的国际活动、顶级的人才和巨额的财富都在加速向新加坡集中。新加坡金融科技节、米尔肯亚洲峰会、彭博创新经济论坛，甚至大量涉及巨额资金的国际仲裁、家族办公室设立和高端商务谈判，全都选在这里。因为今天的新加坡早就超越了一个传统国家的概念，它正在进化成一个全球节点，一个能同时连接资本、物流、外交、科技和安全议题的超级接口。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在拼命争夺地缘影响力，扩充军备，但新加坡选择了降维打击。它不追求成为地盘最大的国家，也不追求成为拳头最硬的国家，它唯一的追求是成为所有国家都愿意来坐一坐、聊一聊、做一做生意的地方。这才是新加坡真正厉害的生存智慧。因为在未来10年，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未必是某一场具体的战争，而是大国之间沟通渠道的彻底瘫痪，是理性的全面丧失。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被迫选边站队时，新加坡在拼命维持沟通；当越来越多的国家陷入零和博弈时，新加坡在努力创造对话空间。所以香格里拉对话每年如期举行，不仅仅是新加坡办了一场成功的会议，更是全球在用行动投票，告诉世界，在一个越来越撕裂的时代，新加坡正在成为无可替代的战略连接器。那么问题来了，未来10年，如果中美竞争进入更激烈的深水区，各种黑天鹅事件频发，你觉得新加坡还能继续维持这种走钢丝般的平衡外交吗？它会不会面临被迫站队的极限施压？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犀利观点，我们一起探讨。如果你喜欢这种从新加坡视角硬核拆解全球局势的内容，觉得有收获，记得点赞、订阅并分享给你的朋友。关注频道，带你持续看懂亚洲格局变化与全球资本的新方向。我们下期见。